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大宛国的街市。看那边。多热闹啊！哎，这个不错啊。这个不错。尝尝。老板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啊，真香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萝卜。萝卜？啊，这是萝卜吗？我也没见过，不知道。怎么样？甜的。哎，你去那边，看看那卖的什么。好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核桃。尝尝。不，吃外边这好吃。外边好吃啊，吃外边。咬。好吃吗？拿走吧，不要钱。送给我了？哎，送给你了。这就送给我了？送给你了。那谢谢了啊。哎，这是什么马？这么漂亮？这是汗血马。汗血马。甘夫，这就是在匈奴那边听老人说的那个汗血马。哎，汗血马。是。这马都什么地方好啊？他们是天马的后裔，一日一夜疾行千里，全力飞跑时身上流出的汗像血一样。这是我们大宛国天下闻名的名马呀！哎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这毛真好看。甘夫，我们要是有这种马，那跑回国就根本不费事儿了。是啊，皇上一定特别想要这种马。汗血宝马。哎，干什么的？我是大汉皇帝的使臣，奉有使命，带我去见你们大宛的国王。使臣。走吧。请允许我以汉朝皇帝的名义，对大宛国王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。我早就听说过汉朝是一个大国，商人带来过你们的丝绸，纤细如蛛丝，灿烂若云霞，色泽之鲜艳可爱，赛过鲜花。可惜呀，本使10年前带来的大批丝绸都被匈奴给扣留了。下次我再来的时候，一定给国相多带几坨。我会再来到贵国的。我大宛是葡萄之乡，苜蓿之国，宝马之邦。大宛的商队十分愿意把这些东西贩运到汉朝，与你们通商，换回那美丽的丝绸。好，本使若回到汉朝，一定把你们国王的意愿向我们的皇帝禀报。我想我们的皇帝也一定非常愿意跟贵国通商啊。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。好。哎，我想请教国相，本使想去大月支，当去哪个方向啊？在葱岭西，归水北岸。大月支仍是一个大国，人口100多万，精兵20万。太好了，我们已经寻找了他们10多年了。我可以派翻译和骑兵护送你们去。我们和月之国是友邦。多谢国相啊，可本使归心似箭啊，我们想马上就去。好了，别玩。不过本使还有一件事情，想请教国相。刚才国王对我所说，这汗血宝马，据说一离开了大宛国的国境是不能生存的，这事情是真的吗？一点不错，这件事情确实是真的，那真是宝马。我想有朝一日，本使还会因为这汗血宝马来拜访国相啊。
我想请。好，请。国相，留步。不远送啊。留步。留步。汉使，过了此处山口，前面就是月之国了。这。陛下，臣远在万里之外向您禀奏，汉使团在12年之后，终于要进入月之国了。汉使张骞拜见女王。请起来吧。你就是汉朝来的那位贵使。尊敬的月之女王，本使转达汉朝皇帝对您的敬意，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敬意。请恕我冒昧，敢问女王可否是大月之国被匈奴人杀害的那位国王的未亡人？是的。国王死后，我的臣民们拥戴我继位为女王。那么女王与匈奴有着血海深仇。现在匈奴人也不断进犯我汉朝的边境，汉朝皇帝正在反击匈奴。皇上派我出使贵国，希望我们两国能够结为同盟，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匈奴人。你就是为这事而来的？我皇上认为，与贵国共结战略同盟，乃是本国外交的大忌。但我想告诉汉使的是，月之人已经不想看见战争了。和平的时代是多么的美好，大月之人宁愿忘记痛苦的过去。女王所说令本使十分震惊。想当年，匈奴人不顾信义，对你们发动突然袭击，迫使70万月之人从祁连山举族西迁，途中20万人被埋在茫茫的大漠和草原。你们在北山落了脚，一支邪又追到了北山。贵国的前国王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被匈奴人杀害的。匈奴人凶残至极，将国王的头颅做成了9倍。请你不要再说了！这样的血海深仇，女王又怎能忘却？难道这样的奇耻大辱，能够不吸血吗？
对不起，女王。我明白贵使的意思，可像和平、战争这样的大事，不是我个人所能决断的，我需要和我国的长老们商量。女王殿下，汉朝的皇帝是多么渴望与贵国结盟啊！皇上希望我们在击败匈奴以后，贵国重返祁连、敦煌，和汉朝世世代代成为友好邻邦。谢谢。方才我说了，像出击匈奴、举族东迁，这关系到月之国家的命运大事，我必须和我的王公长老们商量。但愿他们能和我想的一样。但是，他们分别住在和墨城、双迷城、护枣城、薄毛城和高府城。我们每开一次国事会议，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1个月后，我将召开国事会议。如果贵使方便的话，请届时光临。张骞不胜荣幸，希望女王在会议前先和各位王公长老谈一谈。他们会在会上说出自己的看法，但是他们以改变自己的看法为耻。既然这样，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女王，张骞还有一事相求。请说吧。这是我从匈奴拿到的炼制金刚所用的添加料，我想请女王。贵使想的可真周到啊！车骑将军接旨，诏命赐车骑将军宫中乘马佩剑行走，以示威风。钦此。将军，还不闲呢？微臣叩谢陛下隆恩。除了皇上，没人能在宫中骑马。奴才不知道，还有谁能有车骑将军这份殊荣啊？谢言了，还真不如让你在上面骑着，让我在下面牵着。哎呦，您说的，奴才哪有这么大的造化？和硕之战，你打得漂亮。卫青，你是越打越会打了。那是陛下指挥精当，臣执行而已。从此解除对长安的威胁，这是百世之业。臣在前方，不过是执行陛下的决策部署。可是今日之胜，臣不要客气了。朕之所以召你回来，是要跟你谈一件大事。你过来，你给朕指出右贤王的位置。在这儿，高阙。自朕夺取和硕之后，匈奴在边地疯狂报复。先是以4万骑攻入代郡，杀死太郡太守，掠入我1000余人；又以5万骑攻入定襄上郡，杀掠我数千人。
但这并不是匈奴的最终目的，更大规模的反击正在蓄势筹谋之中。朕最近获悉，一支邪单于命右贤王集结20万铁骑，准备大举进犯我朔方郡，直逼长安。臣在前线已察觉到匈奴境内的频繁调动，匈奴人由此还想把战争引入我大汉的心脏地带，必其功于一役。朕这次召你回来，是朕有了一个新的构想。这是朕书写的高祖之词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我汉朝70余年来一直沿用的是高祖的这一防御战略，可是今天，朕想改了，变防御为攻击。你卫青的强大骑兵应作为这场战争的主力兵团，以先发制敌作为最好的防御。因此，朕想在匈奴人发起攻击之前，就先给他们狠狠的打击，把战火引入匈奴的心脏，直接打他的指挥中心。是右贤王的大营。你卫青要给朕孤军深入，长途奔袭，专打右贤王，端掉他的大营，从根本上瓦解匈奴人的此次攻势，并由此把匈奴人分成东西两段。陛下的设想非常英明。要打掉右贤王的大营，取胜的关键在于战役的突然性。许多将领缺乏运用骑兵军团，在广袤的草原地带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指挥才能和胆略。朕只有用你卫青。承蒙陛下厚爱，臣当效死杀敌。昭缩当年就说过，只要汉廷把决心立定，把力量集中，匈奴人就绝不是汉朝人的敌手。朕希望此战之后，渔阳右北平一带从此不受匈奴人的威胁。陛下，臣的骑兵军团在左安邑，距离右贤王大营1000余里。为了隐蔽奔袭企图，臣恭请陛下调度汉军做战略佯动，牵制匈奴。这一点你放心。朕此次投入的总兵力预计是10万人，但尖刀只有一把，就是你卫青的3万铁骑。臣明白了。目前在汉宫内知晓这一计划的，只有你跟朕。因此，你不能在京久留，立即回到前线去。诺。我认为此举可行。匈奴和月支水火不相容，月支2大灾难先王的耻辱，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在心里。今汉朝挥师北伐，正是东西夹击、歼灭匈奴、报仇雪恨的好时机。我建议，我们应该出兵消灭匈奴。如果我们错失了这个机会的话，将愧对祖先和子孙。下决心吧，我愿意做先锋。双弥西侯，你以为如何？女王经常说，
作为西侯，应该为月之子孙后代着想。我认为女王这样说，不单是为了月之将来着想，也是为月之现在着想。即月之精兵东击匈奴，报先王之仇，雪先王之辱，这是为月之的历史付出血的代价。这样做不仅不能改变历史，也不会给月之带来繁荣幸福。历史已经过去，谁也改变不了。而兴师远征，将给月之带来灾难。诸位西侯都知道，我月之所占之地乃大夏之地。大夏的塞种人100多万都成了我们的奴隶，塞种人无时不想复国。倘若我们月之大军东去，他们必趁机而起。那时，我们月之将被塞种人击败，从而失去立足之地。双迷西侯，要居安思危。匈奴不是一次的攻击我们，而是不断的攻击。他们已经使月之经历2次大劫难，为了不出现第3次大劫难的开始，现在正是好时机。你不要以为匈奴离我们远就平安无事了。葱岭西现在又出现了匈奴骑兵。方才女王已经说了，匈奴正与汉军作战，2强相争，匈奴岂能分军西征？这明摆着是不可能的。你所见到的匈奴是小股匈奴，兵不过数百，不足为患。贵霜西侯，你呢？女王，未来征服世界的不是军队，而是商队。战争从来没有给各民族带来幸福，只有商队才能在各民族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。女王，不要议什么东征西伐。汉使既然不远千里来到了月支，我们就议定两家互派多少商队吧。女王陛下，汉朝的丝绸可是稀世珍奇，运到罗马1匹值10斤黄金。可是我听说在汉朝的长安，1匹丝绸只值1两黄金。老人们倒是常常想念祁连敦煌，可是要是让他们回去，他们却不愿意了，因为那里没有这里富饶。在这里，我们有肥沃的土地可以耕作，每一天的宴会都十分的丰盛，有大盘的牛肉，还有丰腴的牧场，更有美丽的雪山。重新拥有这些容易吗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女王，民意不可违，众怒难犯，千万不可兴师东攻匈奴，举足东迁。匈奴轻视不得。10几年前，我们拥兵20万，自恃强盛，而轻视匈奴，结果被匈奴打败。现在我们拥兵20万，而匈奴已有60万骑兵，就是其出兵一半，也强过我军。那些认为与汉朝联合就可以打败匈奴，那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梦想。我对汉朝皇帝的好意十分感谢，不过夹击匈奴一事，月之国确实有难处，望贵国能够体谅。不过贵国所用的金刚粉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是炼制宝刀的秘方，尊敬的使节，你回到贵国后，请代我向贵国的皇帝表示敬意。多谢女王的美意。
你们回去吧，再见，我们会再来的。这。 父亲，我们是回家吗？是，回家。回哪个家？回汉朝长安。大匈奴不是不让你回汉朝吗？是啊，但现在谁也挡不住我们回家。那匈奴军纪会抓我们的。抓不着的。我们呀，这次走西域南路，沿雪山走，让他们抓不到我们。这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只有一个时辰，有什么事儿，赶紧说。臣请示，今年朝廷贤良策问的试题，不知陛下。今年的策问要加入一个内容：周朝的繁荣，得及鸟兽，交通四海，海内归心，蛮夷宾服。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如此的鼎盛？我汉朝应当从中吸取什么经验，以推动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兴旺？臣知道了。臧弘羊，臣在。朝廷的国库里还有多少家底儿？朕要调动黄金20万斤，这个月就要用。臣想问，这笔开支列入何种名目？这是秘密，暂不公开。因边疆战事，国库近期开支巨大，诸位朔方费数十亿钱。上次有工匠士黄金20万斤，收购军马所费8000万钱。你不要跟朕摆流水账，朕只是跟你要钱，你只需回答拿得出还是拿不出来。陛下用钱，当然好，拿得出来就好。廷尉，你呢？你有什么事儿？臣有一案子需要请示陛下。什么案子？有人向廷尉署报告，李广对待部下治军严苛，而且不向廷尉署通报，有时干预民政。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你们这些文吏，就是不懂得治军之道，怎么能死板的拘泥文法呢？朕问你，右北平至今之所以没有陷落，是谁在镇守？臣对前线战事所知不多。为什么不知道？你们廷尉署为什么仍然要对一名事关战局的重要将军去立案调查？朕授予李广防御右北平的全权，其中当然也包括临机生杀之权。你们不要用和平时期的法律去限制他。李广身当重任，关系全局。前线将领如果要树立军威将令，那朕就更没有理由去责备他。臣明白。陛下，臣刚得到一个消息，韩安国去世了。他有毛病，但这是一个有大功劳、堪称国器的人。
还是想舅舅啊？是想舅舅。去玩吧。对了，大将军不是说最近要回京的吗？嗨，卫青哪能待得住啊？听说是皇上又要打大仗了，皇上又急急忙忙地打发他出去了。这么急呀？别提了，皇上现在满脑子都是打仗，寝宫里呀，哪儿都是他的地图。皇上是以武治国嘛，一定又去朔方了吧？刚打下河朔，需要巩固啊。卫青这次不是去朔方，不是去朔方，是去是去哪儿来着？好了好了，嗨，你看我这记性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有空我再来看你。告辞了。慢走啊。淮南王刘安接旨：自本年起，朕正式颁布推恩诏令，布告天下。诸侯各王，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者外，凡意欲推恩分封子弟者，可以条陈上报，朕将一一赐予以名号领地。钦此。臣叩谢隆恩。皇上诏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本使不再多言。那就告辞了。父王，父王，药，哦，在我这儿。你们都下去吧。皇上送来的是一把软刀子，他是要肢解诸侯各国呀。你有7个异母兄弟，如果按此诏令一一分封，那我们淮南国要分成8个小国，每个儿子局促一隅。坐食俸禄而已呀。淮南国就名存实亡了。那就趁着还没有被瓜分，你手中还有实力，不如早日挺身一搏，何必等着受他的宰割？我还奇怪皇上为何赐予我仪仗，免除朝觐。原来他早都安排好了，将欲取之，必先御之啊。匈奴密使一直还等着父王的回话呢。父王，不要再存在别的幻想了，我们至少还有其他的选择，不如与匈奴人合作，搞掉刘彻呀。那个密使还在京城吗？叫你姐姐和他保持联系。我可以再见见他。父王决定了。寡人也不是不能放手一搏。好，孩儿明白。请。我父王愿意与大单于合作。这是我父王给大单于的密札，请您转呈大单于。大单于一直期盼这一时刻。我父王期盼着早日行动。如果你们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话，我父王就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做出回应，形成南北夹攻之势。大单于希望你的父王能尽可能多的联络诸侯，早日起事。现在，汉军主力都已被我匈奴牵制于北部边境，朝廷内部空虚，
汉朝皇帝。但也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！我父王认为，为了避免重现吴楚的覆辙，只有当大单于把战事蔓延到关中，甚至是长安，诸侯各王才有可能联合举事，逼朝廷就范。我会尽快将情况报知大单于。密使知不知道，前日卫青突然回京？哦，皇上似乎给卫青下了新的用兵密令，他连夜又赶回去了。这些马都是和硕战役缴获的匈奴马吧？是的。你就是教练南军骑兵战术的那个赵信吧？是，大将军。听说你在匈奴本是阿胡尔部落的小王，怎么投奔到汉朝来啊？君臣单于是我的仇人。是吗？赵信父亲死后，君臣单于强迫他的母亲做妾。赵信行刺复仇，没杀掉君臣，结果被罚为奴隶。他就带着本部落人归降了汉军。好，太好了，英雄不问出身。我卫青原先也是个骑奴出身，在我们汉朝的军队里，匈奴武士不少，当今皇上圣明。不问哪族哪部，只要立功献首，都能得爵封侯。马上就要打仗了，你这里的马能日行千里吗？日行千里，困难。人可以撑得住，但马要进食、饮水，途中还要休息，要不要累死的？但我听说，匈奴骑兵能做得到。那必须换马。每名军士备2匹马，途中换着骑，是这样吧？人歇，马不歇，正是这样。但不仅仅是赶路，700里跑下来，还要保证人马能立刻投入战斗。末将麾下800骑，都是匈奴人，能在马背上度一生。你说的是人，那马呢？你想想，马连续跑700里，这些马还有劲儿打仗吗？我们匈奴有一个办法，好马喂精粮，用好谷子喂它，马力就壮。好主意，粮食你不用担心，我立刻禀报皇上，马上调拨。军区官，在。你马上给赵将军这里调拨好谷子，从今天起，他这里的马全都改用粮食喂养。诺。我记住你了，我要给你赵信的马队首先配备双马，让你们的部队成为全军最精锐的骑兵团队。卑职在。传我的将令。这道令是下给马匹的。从今天起，我军的所有马匹均以喂食粟粮为主。要善待马，如同善待人。如有对马不恭者，要追究马主人的责任。轻者，先给我打20军棍；重者，再给我抓起来。不成的话，就给我斩首。下去吧。是。全乱了！这汉朝的皇帝想干什么？全县都在增援调动。大单于，此时更要看准我们的根本目标所在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切不可乱了心智。我匈奴军的主力已集中在右贤王方向。万一卫青的主力从中路攻击我王庭所在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有了龙城被偷袭的教训了。大单于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，只要集中力量突破和硕防线，威胁京都长安，全盘就活了。退一步讲，如果汉军置我攻击长安于不顾，来攻击我单于王庭，那是什么样的局面呢？大单于没有见过长安的繁荣和鼎盛，皇宫的辉煌和奢靡富贵。一旦我匈奴骑兵出现在长安街头，
只需一把火。哼，汉朝的损失，那是20年后都无法复原。而我单于王庭没有城廓工事的牵累，这些帐篷通通可以拆了运走，让汉朝人来好了。他们获得的只能是这一片广袤的草地。右贤王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准备。秋高马肥，马一上膘就可以打恶战。我看他汉朝的皇帝有多大的能耐！开门！金牌传令！皇上，这次要重用我李广了。哎，张子公的部队什么时候到达我右北平啊？安特后率1万军骑，明天拂晓可到达。什么？只有1万军骑？皇上，让我出击，只有1万军骑怎么够用？皇上让李将军做好出击准备，详细军令将由安特侯口头传达。也罢也罢，那你就向皇上复命，就说我李广，只要有仗可打，不管做什么怎么做，往哪儿打，臣都将誓死效命。